听说有人能把我变成漫画卡通人物，嘿嘿。当红日本动漫里的各个虚构人物，现在都变成了有血有肉的真人。老天呐，难道我小时候希望能亲身经历动漫奇幻世界的梦想，终于成真了吗？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时尚年轻人所流行的新玩意儿，也就是 cosplay。简单来讲，就是把服装穿在身上，而且来扮演自己喜欢的角色。哦，原来如此。所谓 cosplay 就是 costume 加 play 的日式英语，中文就叫做角色扮演，是日本动画家高桥伸之合成创造的名词，意义就是以动画、漫画、游戏、电玩、轻小说、偶像团体或是其他自创的有形角色为目标，玩家们刻意穿着类似的服饰，加上道具的搭配、化妆造型、身体语言等参数，以人力扮演成特定的角色。而随着日本的动画、漫画与电玩风靡全世界，角色扮演也在世界各国开始风行，而这股风潮也在10年前吹到了新加坡，成为本地年轻人重要的次文化活动。目前本地约有1000多个热衷角色扮演的玩家，年龄多半集中在15到30岁，而且人数还继续快速攀升。本地的动漫迷透过网络上国内外角色扮演论坛不断交流切磋之下，也产生了不少角色扮演好手。其中最顶尖的本地玩家就是吴一化，他曾在08年夺得新加坡角色扮演冠军，并代表本地玩家赴日与全球角色扮演高手一较高下。When cosplay 刚刚起步不久，那我就看着朋友都尝试，也尽量想穿着，或者是尽量想要投入的角色，所以就去 join in 的班了。こんにちは、初音ミク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角色扮演不只能单独一人扮演，也可以大家一起玩，组成一个小组来演绎剧情。以往就是从01年、02年那一段时间就只盛行拍照摄影，可是后来就是科技越来越发达了，所以我们就想说，不如揣摩那个角色来拍，好像 PV MTV 那一类型的。为了角色扮演，吴一化不仅找来专人帮忙拍摄真人版动漫 MV， 利用本地场景营造出与动漫一样的浪漫气氛，还精研修图软体与摄影技术来制作相片与影片，甚至自学缝纫，亲手制作角色扮演的服装配件与道具。有些大型道具甚至比真人还高，堪称专业级水准。当今玩家口中的 cosplay 几乎清一色承袭日本，而要怎样才能算是角色扮演，你可不能不知道它的精神与精髓。首先来讲就是化妆，就是要看场合来化不同的装扮。第一就是化妆，想要营造出动漫人物的梦幻感，玩家们每个化妆步骤都不能马虎。脸部化妆不仅要刷出与动漫主角一样扇子般的睫毛，并用各种鲜艳颜色的眼影画出梦幻超大眼睛之外，连手背都要打上粉底，才能制造出动漫人物独有的白皙肌肤。搞定化妆之后，玩家们还要戴上各种颜色的假发，才算真正的定妆完成。然后就是服装要穿到得体，跟那个角色越接近越好。第二就是服装。角色扮演玩家的服装不仅整体上要与动漫角色符合，高明的玩家更会在细节上面下功夫。上场之前还要与同好彼此再三检查，确定没有破绽或穿帮，才算准备就绪。
最后来讲就是表演。所谓表演，就是要投入自己喜欢的角色去演出，就不止神情、表情，还有动作方面也要尽量模仿的跟那个角色一样。第三就是表演，角色扮演需要演技。讲究的玩家们通常会先在家苦练，把自己的动作、语气，甚至是神情都完全融入角色之中，才肯与同好登台表演或是参加比赛，将完整的动漫角色呈现给观众。既然是角色扮演，就没什么是不可能的。玩家资历6年的张秀云就专门扮演动漫男主角。根据张秀云角色扮演多年的经验谈，女玩家若是要扮演露出胸肌的动漫猛男男主角时，在装扮上还必须特别加工，才能不被识破哦。不过大家一定很想知道，角色扮演到底有什么吸引力，能够如此风靡本地年轻人，让新手玩家张淑婷也一头栽进去。其实 cosplay 带给我最大的影响力，也就是可以增加自信心，还有创意力。看到作品做完或者衣服做完的话，也会有很大的成就感。听说他们还缺个角色，就让我来加入吧。想要入门角色扮演，玩家建议我先到本地最大的角色扮演连锁主题商店走一趟。通常 cosplayers 到我们的店里，他们已经心目中有自己想要扮演的角色，所以他们来这里就是试穿这些衣服，看是不是的确很适合他们。其实角色扮演界每隔一阵就会流行不同的打扮，不过店家建议我，有些商品由于不容易退流行，角色扮演的发挥性又大，是玩家值得投资的单品。他们不止可以 cosplay 就是动漫里面的那个本身那个人物，他们还可以自己创造自己新的人物，放个假发上去，一个不同的假发，不同的首饰装饰，他们就可以打扮成又一个新的不同的人物。角色扮演可不只是梦幻女生的专利，店里也有男生版的全套装扮。很多顾客都蛮喜欢的，就是日本的冬装男生的校服，他们穿起来就好像那些日本学生这样子，很酷、很帅气。不要以为这里又是商店的一角，其实是玩家无一化的房间。看到这些琳琅满目的角色扮演服饰，大家一定很好奇，角色扮演到底要花多少钱？一般就是要看角色的难度来决定它的花费。就好像我英女王那件衣服本身就是因为它的服装的 detail， 那个玫瑰花就是要一个一个剪，它的花纹每一个形状都不一样，花了我很多时间跟功夫去做，也花了大概1500块的价钱来做整套衣服。哎呦，这种价格太高贵了，难道没有平民版的角色扮演吗？其实玩家告诉我，如果可以自己设计制作，角色扮演也可以物美价廉哦。例如，玩家只要花10元买支眼线笔，把眼眶涂黑，再花10元买件长袖白 T 恤，全部只要20元，就可以变身为知名动漫的主人翁喽。虽说只要有化妆、服装与演技3要素，什么角色都能扮演。不过不要告诉我，连机动战士也能角色扮演 DIY 啊！想要一窥玩家如何从人类变身为机动战士的 Double Zero 机器人，就要来看看李果聪出神入化的变身大作战。玩家资历9年的他，已经是本地打遍天下无敌手的角色扮演达人。不败优势除了跟动画相似度100%之外，还有一个厉害的地方。我这个服装穿起来能够走，关键可以在于人体构造的姿势。我不单单只要它雄伟，可是我要调整，就是说能够动，又好看，又耐穿。所以这是我的3大原则。就像机动战士致力拯救地球一样，李果聪对于角色扮演也有任重道远的责任感。在这个
未来我是打算可能穿着钢弹去别的国家。不过，就算不出国，本地也常有国际角色扮演玩家来巡回演出。例如，这对来自菲律宾的姐妹花，在本地拥有不少粉丝，而他们此行的目的就是要来参加新加坡1年1度的动漫博览会。终于到了角色扮演盛会 The Game Expo 动漫博览会。为了实际了解角色扮演在本地的盛况，我当然也要来现场见识一下。在这天，玩家们都会使出看家本领参加比赛，也会有许多摄影爱好者来帮角色扮演玩家拍照练习摄影技术。玩家们不仅借由参加盛会认识同好，更希望能吸引更多人来体验角色扮演的乐趣，一起秀出自己最喜爱的动漫角色。哇，连白雪小公主也来现身，可见角色扮演的魅力真是不小。连我们的机动战士也到场支持。看来角色扮演早已不再是年轻人对着房间镜子幻想自己是动漫主角过过干瘾而已，而是新兴人类的强大流行文化。只要你是动漫迷，说不定哪一天你也可能进阶为角色扮演玩家哦。角色扮演结合动漫、化妆舞会与戏剧，动漫粉丝绝不会错过。对角色扮演有兴趣的朋友，可浏览以下网站。